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经理，我是余弟，韩国语的余，兄弟姐妹的弟。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看我们的视频，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先给我们记得点个赞。如果还没订阅我们庶民经理的话，就麻烦订阅一下，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美国的蓬佩奥肯定也不会闲着，继宣布制裁中国几位副国级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居然又宣布制裁了2个中国人，一个呢是澳门的黑社会老大李国居，一个是福建厦门吴村派出所的民警黄元雄。对于李国居的身份我也懒得去说了，反正华春莹也都回应了，美国人可能理解错误或者信息有误，这些咱也懒得说了。让全中国人民笑晕的是，居然美国国务院会制裁一个中国最基层的民警，这个也太不对等了吧，是吧？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是怎么说的。10日呢，美国国务院一共呢有2篇文章关于这个制裁的啊。一篇写的是，因为黄元雄他参与了中国厦门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黄元雄与法轮功修炼者的宗教自由受到特别严重的侵犯，即他参与了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信仰的拘留和审讯。今天的行动也适用于黄先生的配偶。随着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实施可怕和系统的虐待，包括侵犯国际公认的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权，世界不能袖手旁观这是一篇。另外一篇关于人权日写的是黄元雄，中国福建省吴村派出所厦门公安局局长，当然这个谷歌的翻译有点问题反正应该是说他是派出所所长黄在厦门卷入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与仅仅出于信仰目的而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有关。国务院根据第7031条公开指定黄某，因为他参与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除黄先生外，该部门还指定了他的配偶，也就是他的直系亲属美国国务院这是把自己降级为一个县区级的信访办了吗？这着实让人看不懂了。美国你要为法轮功发声，讨回所谓的正义，也麻烦制裁高级一点的人或者部门嘛，对吧？像你制裁副国级这样是一个对等的，还 OK 啦，是吧？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黄元雄是谁，他都有什么样的背景会让美国的国务院给盯上。我们查询了百度，发现百度百科居然有他的词条，应该是这几天刚刚加上去的。黄元雄，男，1975年7月生，汉族，厦门大学法学学士，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村派出所第2警务队指导员。请注意这个职位可不是派出所所长，指导员是派出所内的政工干部，他还是一个警务队的指导员。在中国的正式的公务员的官职序列里面，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官，因为按正式的官职，科级干部是中国最低阶的官职了，
也相当于就是派出所所长这一级。当然各个地方的派出所的级别都有不一样，一般都是科级或者副科级啊。所以这个警务队的指导员根本他就不是个官。我这么跟大家说吧，也就是现在呢，公安队伍呢人员比较多，是吧？为了激励各级的民警能够有向上爬升一个渠道，所以呢，在公安内部呢，多设了几个不是官的官。当然，这根本就不是美国国务院和很多外媒说的他是派出所所长啊。我们再看下去，黄元雄同志1998年6月从警，曾获得优秀党小组长、市优秀人民警察、个人3等功等荣誉，原为厦门市交警支队的业务骨干啊，请注意哦，业务骨干他就是个民警，是厦门市公安民警交通指导疏导的小教官，被评为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先进个人。2008年，他带队赴彭州抗震救灾，获得彭州市荣誉市民、厦门市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12年，综合警务改革以来，黄元雄快速转型，表现出色，被思明公安分局树立为综合警务工作典范。2013年，被省公安厅授予全省公安机关综合警务改革创新先进个人。从这么多的嘉奖荣誉来看啊，黄元雄是一个不错的民警，至少也是在当地公安局算一个优秀的民警。但是这样的所谓的成绩啊，绝对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警。特别是对于派出所的民警，派出所的民警干的都是琐事，你知道吧？就是立功的机会其实相对于这些刑侦大队啊这些来说要小很多的啊。在余地我看来，这分明是蓬佩奥给这位叫黄元雄的基层民警颁发了一个个人1等功的勋章了。就像前几天中共在人民日报痛骂台湾的苏贞昌，这相当于也是给苏贞昌一枚的台独勋章，在台湾苏贞昌又可以借这个事情捞到了好多选票一样的概念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个立功对于一个在体制内的基层民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与未来的职务升迁是有必然的关系的。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公安部门的政工宣传部门啊，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民警或组织获得什么级别的媒体宣传，就会给予嘉奖或者记功的。余地我记得好像是获得中央媒体报道，比如说人民日报啊、央视 CCTV 啊，他们报道的话就有个3等功或者是2等功的。当然具体现在什么规定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反正呢就是这个媒体报道和立功是有关联的。媒体的正面宣传幅度越大，那民警或组织立功的级别就越高啊。这次蓬佩奥给了黄元雄这么一个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一个宣传，当然这在美国和反中人士看来是负面的，但对于中国政府或者体制内的人来说，这绝对是正面的。而且这已经不仅仅是个宣传的问题了，而是遭受敌对势力的残酷迫害。国家政府当然要给予更多更大的奖励才对嘛，对吧？什么是个人1等功？它有多难才能获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一般来说，民警为了办案，那都是要缺胳膊断腿受伤，才有可能获得这个个人1等功的。很多民警办了惊天大案，都未必能立1等功的。
余弟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位黄元雄警官肯定至少能升任这个派出所所长了，因为美国人都给他封了嘛，甚至是分局局长，或者直接进入省公安厅或者公安部，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黄元雄是否真的会因为这次美国的制裁而遭遇到什么麻烦或者损害呢？是吧？美国这次对于黄元雄的制裁手段，无非也就是不允许他本人和直系亲属，也就是他老婆啦，他老婆孩子啦，不能入境美国而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公安民警因私出国，那可都是需要公安内部的政审部门去审批的。也就是说，民警不像普通人那么随意可以出国的，出国是需要领导批准的。因此美国人不让黄元雄到美国去，人家黄元雄本来就不能随意到美国去嘛，充其量只是黄元雄的老婆孩子不能到美国而已。何况现在中国党政干部直系亲属都不允许出国定居了。大家别忘记了，黄元雄其实只是一个基层的民警，并不是什么大官，这个职位能贪什么钱嘛？老婆孩子没钱也没必要跑到美国去嘛，对吧？所以美国对于黄元雄的制裁简直是莫名其妙，而且是对他本人来说是毫发无伤。这次蓬佩奥送了黄元雄这么一份大礼，咋能不让全国的公安民警羡慕嫉妒啊？黄元雄在个人毫发无伤的情况下，职务还得到了升迁，仕途一片光明，这样的榜样力量能不让全国的民警群起而学之吗？咱也不知道黄元雄能对那法轮功做什么迫害，如果真有，那全国各地的民警啊，还不更加努力的去抓捕法轮功啊？其实吧，在中国现在的法轮功能有什么影响啊？还有几个人在宣传呢？再说了，基层派出所民警能对法轮功怎么迫害啊？无非就是定期约他们来谈个话，向上面有所交差。如果就算这些法轮功真有什么不法行为，派出所其实也没有这个什么办案权限的，基本上都是移交给专业的医处、医科之类的政保部门去办理的，派出所是不能办的，你知道吧？所以蓬佩奥这么制裁的中国一个基层的公安派出所民警，真不知道他是帮法轮功还是在害法轮功啊？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如果你觉得余弟我说的还比较靠谱、比较在理的话，那就给我们点个赞吧。同时还没订阅我们庶民警理的话，也请订阅一下。好，再见。